Hello，大家好。在昨天发布的联邦预算中，加拿大计划对外国非居民拥有的房产征收1%的空置税，这也就是所谓的海外买家空置税。根据政府的说法，这一规定呢，主要是针对外国非居民拥有的房产。如果他们的房产被认为是空置或者是未充分利用，会被征收1%的空置税。海外买家空置税从2022年开始征收，每年征收一次。加拿大政府预计在4年的时间内可能会带来7亿加元的收入。从2023年开始，除了加拿大公民或加拿大永久居民以外，其他所有加拿大住宅物业的业主都会被要求每年向加拿大税务局申报自己的住宅物业情况，不论你是否空置，是否需要缴纳税款，都得提交这个申报。根据预算要求，这些业主需要申报的资料主要有物业地址、物业价值以及业主在物业中的权益。如果你没有空置呢，业主可以在这个申报书中申报豁免这一年度的空置税。没有空置一般指的是业主拥有的物业在1年内出租给别人，至少持续一定的时间。目前呢，这个时间是多久还不确定，可能未来会公布的啊。只有符合出租时间的要求，才能豁免当年的空置税。如果没有出租，也没有充分利用，在申报的时候就会算出具体应该缴税的金额。这样的话，你就必须在报税截止日期前申报，并且把这个税款汇给加拿大税务局。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没有按时申报的话，不管你是否自住还是出租，你的空置税都不能豁免。不但不能豁免，而且还会产生罚金和利息，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目前这项税收政策还有很多的细节不明确，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发布进一步的消息，比如住宅财产是如何定义的、征税的计算方法、豁免的细则，或者是较小的度假屋是不是适用空置税等等。这就是海外买家空置税的情况。最近道明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金融监管机构办公室准备提高抵押贷款测试利率的影响仍在继续。道明银行认为，对压力测试利率的调整可能会导致今年4、5月份剩余的时间里，房产交易活动加速，因为卖家和买家都希望在测试利率提高之前尽快出手，这样的话就能赶在6月1号之前完成交易。所以这段时间刚需抢房可能会比较疯狂，大家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提高压力测试利率是否会导致房地产市场降温，这事儿还很难说，需要等到6月1号之后再观望一下。加拿大住房和贷款公司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的新房开工量已经跃升至4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3月份加拿大房屋开工量比上个月增长了 21.6%， 房屋开工年率在3月份升至335200套，远高于分析师预期的25万套，并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高，这也是自197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增长主要是由公寓多户住宅建设带动的。CIBC 在一份报告中说，加拿大的新房建设是2021年 GDP 总体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这可能就是联邦预算未出台房产市场降温政策的主要原因。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